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为什么马来西亚以及其他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华人会自称为唐人。这个称呼背后其实蕴含着他们的乡愁、文化认同还有历史记忆。是啊，这个其实跟早期华人下南洋的那段经历是分不开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咱们先来说说马来西亚华人的身份认同以及唐人这个称呼的普遍使用。在马来西亚的福建籍华人当中，这个称呼到底有多常见？你如果在马来西亚的街头用正宗的福建话问一个福建籍的华人说你是什么人，他大概率会非常坚定地告诉你说我是唐人，而且这种情况真的特别普遍。听起来好像唐人这个称呼在日常交流当中要比华人这个词儿更顺口。确实是这样，因为在闽南语里面华人这两个字读起来有点拗口，日常说话大家都会图省事儿嘛，所以唐人就成了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而且它还带着一点历史的重量。那马来西亚其他籍贯的华人，比如说广东人、客家人和海南人，他们会不会也很自然地称自己为唐人？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马来西亚的华人社区里面，福建人、广东人、客家人和海南人都不少。虽然福建人是因为方言的原因喜欢说唐人，但是其实这几个群体的人都很习惯说自己是唐人。看来唐人这个称呼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圈子里面还是有很大的号召力的。没错，大家用唐人这个词其实跟自己的方言和文化记忆都有关系，甚至已经超越了各个籍贯之间的界限，成为了一个共同的身份标签。这样的话，唐人这个称呼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因为他肯定不是说这些人真的是唐朝的人，对吧？当然了，在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里面，唐人其实就是一个代表华人身份的符号，跟所谓的唐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唐山在这里并不是指河北的那个唐山市，而是海外华人对自己祖国故土的一种统称。明白了。不过为什么很多老一辈的马来西亚华人更愿意用唐山来代指自己的家乡呢？这就跟他们的经历有关了。有一个抖音博主在关丹的华人渔村采访一个海南籍的老先生，他问老先生祖籍是哪儿，老先生直接就说我是唐山来的。他没有说是中国，也没有说是海南，就说唐山，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对，唐山其实就是他们记忆中那个生养自己的地方。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大量华人下南洋的时候，国家认同的概念还没有那么清晰，他们只知道自己来自海的另一头，所以一句唐山就能让所有同乡人知道彼此是来自同一个根。那唐人这个称呼到底是怎么把马来西亚华人的乡愁和身份归属感联系在一起的？唐人这个称呼其实它是离不开唐山的，它承载的是那些背井离乡的移民们对故土的一种情感。所以不管你是哪个地方的人，只要你认同唐人这个标签，那就说明你内心是有着共同的文化记忆和归属感的。我们下面就具体来说说广东人，他们在马来西亚的分布以及他们的身份认同。广东人在马来西亚的哪些地方比较集中？然后他们的方言和生活方式有没有让这些地方有一些特别的氛围？广东人在马来西亚的华人中是很有影响力的，尤其是广府人，他们在怡保还有吉隆坡等地都形成了自己的社区，比如怡保就有纯广东话之城的称号。哇，那是不是走在怡保的街头就跟在广州的老城区没什么区别？可以这么说，你在怡保的老街上走一走，到处都是靓仔靓女、饮茶喂雅的粤语，连周星驰电影里的朱咪咪都是怡保人，他的粤语就非常地道。所以广东人他们自己在日常交流的时候更习惯说唐人还是更习惯说华人？在粤语里面，华人的发音是哇詹，唐人是通詹。其实这两个词说起来都挺顺的，但是很多上了年纪的广东人还是喜欢自称唐人。这个选择背后是不是也跟他们下南洋的历史有关？绝对有关。在广东人的传统里，回家不叫回中国，叫返唐山。华人聚集的地方叫唐人街，他们的方言叫唐话。而且有一个在怡保开豆腐花店的老板，他说他爷爷当年从广东过来的时候，就一直跟家里人说我们是唐人，我们的根在唐山。这种说法一代传一代，已经变成了他们的文化基因。那潮州人呢？他们在马来西亚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然后他们对于唐人这个称呼又有什么样的情感？潮州人其实是属于闽语系的，但是在马来西亚他们会被单独列出来。在潮州话里面，唐人读作 Denang， 华人读作 Huaring。很多潮州人都会觉得说华人这两个字说起来比较生硬，反而是唐人更亲切。所以在他们的文化里面，唐人这个词是不是还有一些特别的寓意？没错，比如在槟城的潮州人社区，家里的长辈经常会教育小孩说，做人要像唐人一样有志气，不忘本。这里的唐人其实就代表了一种身份的骄傲，还有对自己根源的一种坚守。
我们已经聊了广东人，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客家人在马来西亚的分布以及他们的身份认同。客家人主要分布在哪些地方？然后他们下南洋的历史又有哪些独特之处？马来西亚的客家人有165万以上，主要分布在怡保、吉隆坡和沙巴等地区。他们的祖先当年下南洋大多是因为战乱和贫困不得不离开家乡。听说客家人很能吃苦，他们下南洋的经历是不是也体现了这一点？对呀，有一首客家民谣就唱到：千辛万苦出南洋，一片大海水茫茫，敲溪驶来歌橡胶，积存些钱寄家乡。就非常真实的写出了他们当年漂洋过海打拼谋生的那种艰难。那在马来西亚的客家人，他们是不是也很喜欢自称唐人？是的，而且他们用唐人这个词比大家想象的还要普遍。在客家话里面，唐人读作吞 ng， 华人是 fng。有一个马来西亚的客家朋友说，他小的时候爷爷就会纠正他说，我们是唐人，是唐山来的唐人。看来在客家人的家庭里面，这种对唐人的认同是会一代一代言传身教的。没错没错，唐人在他们的语境里面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身份标签，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归属。他时刻提醒着客家人，无论走得多远，都不能忘了自己的来处。为什么客家人对唐人这个称呼会有这么强烈的认同感，甚至比福建人、广东人还要执着？这跟客家人的迁徙史是分不开的。他们过去辗转多地，最后才来到马来西亚。不像福建人、广东人，他们可能有一个比较固定的出海口，所以对客家人来说，唐山就成了他们唯一共同的故乡符号。原来如此，这种经历就会让大家更团结，对这个身份更有共鸣。确实是这样，不管你是来自惠州还是梅州，只要一句我是唐人，大家就知道彼此是一家人。这种凝聚力在异国他乡特别重要。历史上像吉隆坡王叶亚来，他就是靠唐人这个身份团结了各个籍贯的华人，一起建设吉隆坡。然后咱们再来看一下海南人在马来西亚的分布以及他们的身份认同。海南人在马来西亚主要从事什么职业？他们是怎么分布的？他们下南洋的迁徙路线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海南人在马来西亚的华人里面人数不算多，但是他们有自己很鲜明的居住特点，就是很多人都聚在沿海的渔村。比如关丹的甘崩不色辣渔村已经有上百年历史了，村里大部分的人都是海南人或者福建人。这么说，他们的生活方式跟大海的关系很深。是啊，很多海南人当年都是从海南岛出发，先到泰国，然后再一路南下到马来西亚。他们主要就是靠捕鱼和做咸鱼为生，所以整个渔村的氛围跟内陆完全不一样。海南人在日常的生活里面会很自然地称自己为唐人吗？会啊，你去采访他们，比如在关丹的渔村里面有一个做咸鱼的大叔，你用普通话问他，他会用带着海南口音的普通话回答你说，我是唐人啊，海南来的唐人。然后你再用海南话问他，他还是会非常干脆的说，我系唐人。海南话里面唐人这两个字是不是也比华人更顺口？海南话唐人读作等当，跟潮州话有点像，而华人读作花 ring， 确实唐人会顺口亲切很多。而且很多海南人他们因为下南洋的路途遥远，他们这一辈子可能都回不了家乡了，所以唐山就成了他们心中一个遥远的寄托。甚至有一些老人临终的时候会跟孩子说，我要返唐山了，就是说他们把唐人当成了自己生前和死后的最终归宿。为什么现在马来西亚的年轻一代华人和那些已经深度融入当地的华人，他们在自我介绍的时候会跟老一辈的华人有差别？其实现在很多年轻的华人，因为他们从小是接受华文教育，而且普通话也说得非常好，所以他们会更习惯说我是华人，或者我是马来西亚华人。然后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因为家庭已经非常深入的融入了当地社会，他们会直接说我是马来西亚人。但是你只要用方言去问那些上了年纪的华人，他们基本都会告诉你说我是唐人。也就是说，唐人这个称呼在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里面能够一直传承下来，它背后肯定不仅仅是因为发音顺口这么简单吧？当然，唐人这个词能够跨越不同的方言，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当中流传这么久，其实它承载的是大家共同经历过的历史和身份认同。这种情感是远远超过了发音是否顺口这件事情的。那唐朝这个历史朝代跟现在马来西亚华人所说的唐人，这中间有什么联系吗？因为唐朝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强盛的一个朝代，在对外交流上面非常活跃，所以那个时候很多海外的国家就开始称中国为唐，称中国人为唐人。虽然唐朝已经过去了1000多年，但是这个称呼就一直被下南洋的华人保留了下来，变成了他们的文化自信和共同记忆。所以唐人这个称呼对于马来西亚华人来讲，
是不是还有一种特别的情感和力量？绝对有。在马来西亚这样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里面，华人占总人口的 22.4%， 是第2大族群。大家来自不同的地方，说不同的方言，但是唐人这个称呼让大家找到了归属感。就像在早期的华人秘密会社里面，只要大家都是唐人，就要团结互助，这种凝聚力在马来西亚的历史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在都已经是21世纪了，唐人这个称呼在马来西亚的华人新一代当中还会有生命力吗？其实一点都没有减弱。就去年有一个抖音博主去马来西亚的华人社区采访，他问一个10几岁的华人少年说你是什么人，这个少年先用普通话回答说我是马来西亚华人，然后想了想又补充了一句说我爷爷说我们是唐人，我们的根在中国。看来唐人这个称呼不但没有被时代淘汰，反而以一种新的方式在传承。是的，唐人这个称呼它既不像华人那么官方，也不像说你是哪个祖籍那么局限，它是一个有历史厚度又有情感温度的符号。它让年轻一代即使在全球化的浪潮当中，也能够牢牢地抓住自己的文化身份。 OK， 我们今天聊了马来西亚不同籍贯的华人是如何共同使用唐人这个称呼的，然后也聊了一下这个称呼背后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好了，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拜拜，拜拜。